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吃了一条蛇，我有一条开光的手链，叭就炸开了。宰杀它的时候呢，那怨气是很重的，怨气已经附着在它的肉里面了。你现在肚子里面呈现的这种也是一种煞气，看到脚板下面还有一些白气，这是一种病气来的。有些人看病老是看了很多次，反反复复的，其实就是四维上面的气，他没把它清除。Hello， 大家好，我是通灵之王2的四哥，法名叫法运。Hello， 大家好，我叫法明。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风水说道的频道见过我，也会在想，为什么你又来四哥啊法明师兄的这个频道？其实整天讲道，我其实也是想要听一听其他人的一些分享嘛，因为道不止一家之言嘛，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门类和术数。那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啊，因为从来没有跟二位师傅接触过。回顾一下我们在做《通灵之王2》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环节是猜谁是香港小姐，那看她身上有什么光。其实我一直以来很好奇啊，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光？二位师兄能不能帮我看一看？我们查一下子月现在最大的亮光，是什么颜色？一个浅黄色的光，但是这个光呢很神奇，这个光后面感觉是有个靠山。当我看见师兄身上的光的时候呢，这个光给出一个信息，它后面会有一张比较高的一个凳子，会在它背面会帮它顶住，也就是说它现在背面很大的靠山，照着它，就是说那个感觉说你往前走，我不在后面看着你，你直接冲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光还有一个实物的一个东西和伴随着光一起。对。那淡黄色的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背后是有一定的靠山，然后一直看着你向前去走，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困难，都有他们在后面帮你顶着。这个光呢，可以说它也是一个吉祥之气，也是我们所俗称的一个财气。所以在财运方面来讲的话，你也不会太弱。那就是说我上面有人帮我顶着这个，让我走这条路。那除了这个黄色的光以外，和这个凳子以外，还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好，那也是想看气吗？可以呀。好，那我们看你第二层气是什么气啊？好，显示一下子月，除了这个淡黄色的气，第二层是什么气？圆圆的那种，带点紫色的光在这里动，因为现在它是被黄色光其实已经覆盖了很多了。这个黄色光它持续可能在这里停留，可能会1年半左右的。也就是说，它这1年半里面呢，它后面有一个大人物，或者他的一个大贵人一直催着他往前走。它这个黄色光已经把它的一些东西覆盖了，也就是说，它自身的这种光它不需要了。它能量已经不需要，可以休息一下，让这个黄色光催它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之前你第二层的话是一个紫色的光，紫色是有一个加官进爵，也可以令到子孙有一定的成长的一个官气来的。那现在由于你的黄光，然后可以说是覆盖了这个紫色的光。其实我很好奇，这个紫色的光和黄色的光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就是说，紫色的光它是不是代表不同的用途啊，或者说等等之类，除了贵人啊等等之类的一些不同的光，它所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例如还有红色，红色它也有分淡红色，或者是这个赤红色。那你淡红色的话，就是健康啊，家宅健康啊，久居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令到你的身体啊、钱财啊各方面会升的。如果是赤红色的情况之下，就是你有血煞。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法瑞师兄看到的这个光，它是什么原理？怎么样去通过这个光去判断一个人的运势，或者说是预测他的未来和过去呢？好，这个呢，包括我在参赛，在《通灵之王2》的时候参赛的时候呢，节目里面有一项是让我猜里面的物件的。当时呢，我首先呢也是通过光，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思维角度呢，它每一个物件，每一个人，或者在我们地球
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有它的光，也可以这样说，有它的使命。反正它能存在这个地球上面，它就有它的不同的气息。光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我们俗称叫能量体。然后这个它只是用哪一种形式呈现给我们。就等于刚刚师兄说的，其实，当我们走衰运的时候呢，那他身上就发出一些要衰的一些光芒，就令人不舒服的光芒。对。而且这些光呢，也会吸引你身边一些不好的人会靠近你。再问一个问题，我能不能改变我自己的光，或者说是加强我想要的光？这个怎么做？这个可以的，太多的方法，方法真的太多了。就我们经常道家，我们也说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嘛，四积阴德五读书嘛。其实我们就是在改着运，改着命啊。那你这个运感觉到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借助外力，也可以自身去进行调节，把我们的运气变好，自然我们的命就会改了嘛。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就是你相对比较熟悉或者比较信任的法师，那你也可以让他们去帮你进行一个提运的一些法事，也可以自行的进行一种修心。我有一种信仰，或者我有一种就是我自己的目标，我自己的一个步伐，然后进行修心状态。例如我有时候可以练一下经啊，或者有时候出去外面跑一个步啊，又有时候听一些就是大能门就讲一下经啊等等各方面的，其实都可以进行自身的调节。在我们古书上面都有讲到，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那我们听一些大能人去讲一些经啊，或者讲一些课程啊，其实让我们也受益不浅，同时我们也在换气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啦，如果你自己是喜欢的锻炼的，你们可以练一下太极啊，练一下就是其他关于练气排气的一些就是法门，也可以进行自身的一个气体的一个调节的。理解。那其实归纳起来总结大概3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是自身的运动，就是其实更适合去户外运动，改变原有的不好的环境，对吧？我们所说的磁场嘛，就等于你风水也是利用大环境、大范围这个自然的力量进行一种调节嘛。明白。跑步其实也是嘛。明白，进行一种进化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二个就是自我的学习。其实我觉得信仰这一块，无论是读经文还是说修行，它就是一个自我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对吧？然后第3块就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比方说像您刚才说的，去听一些大能，包括一些很厉害的师傅讲经、传法，包括像2位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么好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形式，因为我们始终是希望人向善嘛，然后变得越来越好的嘛，所以在这里我才会替大家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还是对大家，就是对2位的这种通灵的能力还是会更感兴趣一些，因为我看过各位两期前面的节目啊，讲的是这个看病啊，或者说是查事啊，也是通过4维通灵的能力嘛。那能不能够也帮我看一看，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身体情况？好 ，OK， 好，来，我们逐步帮子曰去查一下他的身体问题。好，显示一下子曰头部，整个头部五官、血液、脑髓等等各方面有没有问题？看到了头部一个像是两边甩的一个信息，他元神在两边甩。所以说师兄可能现在会有点小头痛之类的一些小病状。最近我确实有点感冒会引起的一些偏头痛啊这样子，这个点是对的。但是这个偏头痛不会很大很严重啊，对，就是间歇性的，对，没错。好，显示一下子颈部到胸部有什么问题？看到了一个3维跟4维的一个信息。我看到了师兄最近应该少去运动了。然后呢，这个胸部这里，元神其实很想去，有很大的欲望想去叫健身了是吧？所以呢，他元神不停的在挤压，自己在挤压。
最近也缺乏运动，可没错能。内心也是想，哎呀，我是不是要停下来做一些运动呢？但是可能在生活上面好像有些事情缠绕着他，好像也去不了这样子。对，OK， OK，好，看一下他的身体部位，然后有什么病症啊等等各方面不适的东西。这里就是偏累一点，应该是后背，对后背应该是比可能现在有点小感冒的一个影响，对，这里不通，后背有点痛，啊，这里不通了，我看到这里不通了。是，可能感冒的时候后背会有点痛，因为我据我了解，肺部其实是靠近后背的嘛，对，在这个对，肺部靠近后背，它的肺后面的有时候会咳嗽啊、喘气啊各方面，后背是会有点疲惫的，而且这里血液都好像不怎么通了。所以应该要经常去拉伸一下，或者说去按摩一下这个穴位等等之类，刺激一下它的活跃。所以刚才也看到他元神不行的挤在这里。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上面问题不大。 ？OK， 好，显示一下胸部打到就是肾部位置，就是上半身这个就很关键了。有什么问题？有一些好，什么问题？显示一下，显示清晰。看到了肠子里面呢，好像粘稠了一些很杂的东西。这种杂的东西呢，它是带一种煞气，而这种煞气，因为它已经不是实物了，不是真正的一个物体在里面，所以我暂时还分辨这个煞气。好，你显示一下这个煞气里面有没有一颗颗东西，还没是有。不是哦，不是是吧？而这个煞气应该是从他的胃慢慢流下来的。那你继续查看一下，除了这个肠，还有没有其他的部位有问题？有问题直接显示出来，肾部、肠、肝、脾、胃。胃已经没有了，然后肝呢？看见肝，当你给个指令说到肝脏的时候呢，元神呢就会往后退一点点。要你提到脾的时候呢，也是扭一下的。可能这两个位置比较弱一点。平时有没有什么其他反应啊？我觉得第一我是不喝酒的，因为我不像风水师兄啊，他是用酒修行，我不喝酒。所以而且我确实喝酒也喝不了，会过敏啊，会有一些不舒服。那脾呢，就是会湿气重啊。就是我会湿气很重，所以脾的这个功能也不是很好，因为脾是祛湿嘛，排毒嘛，这样子。对，确实这两个不太强，这两个器官。你刚才说我胃面没有煞气嘛，它是排泄到肠嘛，那能不能追一下，就是说深入的去看一看这种煞气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形成的？可以啊，对可以啊。好，显示一下大肠里面的这个煞气是从何而来的？有消化不良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消化不良呢，它不是在胃，它只是去到在肠道里面，消化不良。也就是说，分解一些食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点。最近，但是它为什么又会转化一种煞气沉积在里面？因为肠里面它是可以排，我就觉得是可以排掉的，它为什么会沉积在这里面？在我的维度里面，如果它消化不到的东西，对，它会残留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比较严重的一些煞气或者我看到一些黑气啊，比如说我做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女孩子，她这个部位会有一些黑色气，或者那我这种算是什么？不算很严重的一些煞气这需要时间呢，去慢慢把它排出去，就没问题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怎么排出去啊？或者说调理？又是卖广告的时间了，是吧？就是虚心讨教嘛，虚心请教这样。不，吃点清肠胃的东西就行了。比方说像健胃消食片这种，对，促进肠道蠕动。
消化或者运动。喝茶的也有一些茶饮类的，它其实就可以排大便啊，排肠道啊。会不会有什么茶叶之分的？什么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之类的？没有，它本来就是一种养生茶。哦，养生茶。对 OK， 那马上下单去买。又说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气嘛，万物都会有气嘛。比如说当我们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带种气。对。这个食物呢，看它是带好气还是坏的气。比如说我们一些药，其实在我的维度里面，其实就是一种气。有些药呢，它带一些比如说对我们身体一些不好的气，它会把它打败。有些呢会加重。所以呢，你现在肚子里面呈现的这种也是一种煞气。但是在我观看了之后呢，我追查到一个结果是，这种煞气可以慢慢去排掉，在调理对，会残留时间会久一点。那其实说到吃这个东西，我也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我的最近的一变化。我也想问问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其实我个人不是一个道士了，但是我自己有修行，比方说有打坐、有念经啊，然后也会去阅读很多的经典书籍啊。但是近半年以来，我突然之间我不吃牛肉了。如果我想到牛肉的话，我会想到一些很血腥的画面啊，比如说屠宰呀，或者说血淋淋的那种，或者说是其他的绿色的牛肉、蓝色的牛肉，然后顺便像一些牛蛙，对吧？然后鳝鱼啊，包括这些，我都逐渐的我都不吃了。但是以前我很喜欢吃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你修道的过程中呢，你的信仰对道的信仰是越来越深了。也相信一些因果的存在。然后呢，你自己平常虽然没有入道，对，我又不是一个道士，对，但是你其实内心已经有了这个道的一个存在，已经很深刻的认为它对自己很大的帮助。平常你打坐，然后自己这个丹田里面已经慢慢去吸收一种我们道家所说的那种丹气了。所以呢，这个丹气呢，它会有一种灵力的发出来的。那像这种，我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给到我了一个修行或者说生活的一个新的阶段。对。那如果说我坚持吧，就是说我持续我以后我也不吃牛肉了，或者怎么样，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这牛肉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常见一种那个食物而已。对，可能有一些譬如说一些蛇。对，有灵性的东西，那些我也不吃。对，你自己内心都会慢慢会排斥。说到吃蛇这个问题上面，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吃了一条蛇，然后我有一条开光的手链，我戴上以后就炸开了。我通过那一次经历以后，我就吓到我了，我再也不敢碰这个东西了。比如说，为什么现在说有灵性的动物其实是野生的？对。一般我们养的呢是家禽，但是牛不一样啊，牛虽然也是也是饲养的，对。但是呢，它还是那种灵性比较高的一种动物来的。其实当我们宰杀它的时候呢，那怨气是很重的。它这种怨气已经附着在它的肉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吃进去之后呢，当我们有修行的人呢，真正它的丹会发出一种排斥，所以令到你会反感。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原理是在我不断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和修行过程当中，我到了某一个层面，对，它那种东西就像吸铁石一样的，我排斥掉它，要同性相斥嘛。我就是这个道可能跟牛它是同性的，所以说我就不会去摄取到它这个能量，就不应该摄取到这种能量。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比较接近 ？OK。如果有些人他的身体素质上面是必须要有牛支撑的，你这个不是因为一个信仰，然后直接把它戒掉，可能对你的身体会产生一种抗拒。没错，有些比如说牛肉它含有什么某一样的那个元素，必须元素。他的身体是缺这种元素，他必须要吃的，不要因为某一件事情，然后用道德捆绑着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那我继续往下扫描，因为这一个部位已经看完了嘛。少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就可以咯。好。跳开，不要跳开，我没所谓的，我很坦诚的。对，那继续吧。好，显示一下，子曰下半身有什么问题？
在我的维度里面看到这个大腿这个位置呢，好像那个肌肉开始好像有浮躁了。这个需要要运动一下。OK， 好，去跑步，游泳啊 ，OK， 其他呢？然后看到脚板下面还有一些白气。脚板，对，脚板下面，这是一种病气来的。什么东西来的？一种病气你身上的一种病气什么东西导致的？你显示一下，是他自己身上身上的病气去到脚那边，还是脚有自身脚有问题，还是在外踩到的？这个我突然有个信息，比如说现在你的实病，你的一些感冒之类的一些病气，也是存在脚。所以他自己传下去的是。对。好，那师傅，我这个白气应该怎么办呢？现在呢，我可以就是用注油术去帮你进行治疗的，因为我本来我是有注油的法脉在身，同时我这一次也去了天师府，然后过了那个天一的是一个天一受禄，对，可以帮你把头顶的这股气把它去掉。好，谢谢师兄，来现场体验一下天师府受禄的注油法脉，怎么样去帮我调理？感觉如何？把气也吐出来了。我好像感觉到我这个天灵盖上面有那种蹦蹦蹦。那你现在你觉得头还没有一种胀胀的、晕晕的？刚才我是不是不由自主咳嗽了一下？是好像真的是去吐出一些气出来，因为刚才一直憋在那里。从那一瞬间我就说可以了。对，刚好你吐完了，可以了。对，确实我在那个时候感觉到有一股气要出来，所以我就咳嗽了。然后现在会感觉，整个人好像清晰一点吧，就清晰一点，就是感觉到这种脑袋啊和思路啊会清晰一点。对，确实好像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对，但是我们不是说在跟大家宣导我们看病不去医院，我看病还是要去医院。有些人看病为什么老是去医院，老是看了很多次，反反复复的，其实就是四维上面的气他没把它清除。其实它是三维加四维，四维要把气给去掉，你三维治疗的效果才是更加好，所以它要结合的，而不是说只用某一项。是的，所以大家还是遵医嘱，对吧？遵医嘱，然后我们再有很多这种秘法啊，或者说一些秘术，我们可以去结合，一起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对。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了一期健康相关的和气相关的主题，我希望以后你们也能来风水说道讲一讲道啊，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子越的到来。好，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拜拜。拜拜。